今天咱们的主角是咱们的国产汽车广汽奇骏，以及那位曾经叱咤时尚圈的苏芒女士。这两天只要你上网，估计都被这个大瓜给砸晕了。就在这几天广汽那边突然上演了一出光速变脸的绝活怎么回事呢？广汽的公关团队这天就跟屁股上着了火一样，急着在各大网络平台疯狂的投诉举报删稿子。他们对着全网大喊：哎呀，大家误会了，这苏芒女士跟我们广汽没有半毛钱关系，她不是我们的代言人，也不是我们的合作方，她就只是个应邀来体验体验我们奇骏的路人甲而已。各位，你们听听这叫什么呀？广汽的这帮公关大佬是不是觉得咱们这帮每天在网上冲浪的老百姓脑子里面装的都是豆腐渣呀？咱们来盘一盘这个逻辑你广汽说人家苏芒是个应邀体验的客人，好家伙，咱们平时去 4S 店体验试驾，那销售顶多给我们倒杯温水，送个印着 logo 的钥匙扣，怎么到了苏芒女士这儿，这个体验的规格就这么高呢？你们专门给她请了专业的摄影团队，拍了那种精致的乘车大片儿，然后你们还花大价钱搞了巨幅的海报宣传，甚至还给他封了一个叫什么首席美学品鉴官的名号，拿着大喇叭在全网大肆宣发。你现在跟我说这叫仅体验，这叫没关系你家来个串门的客人，你不仅给他供到太师以上，还给他塑个金身，满大街发传单说这是你家活祖宗。你们广汽是做慈善的，还是专门跑来娱乐圈扶贫的呀？咱们退一万步讲就算广汽嘴硬，那咱们得聊聊广告法了吧？在咱们国家，你拿一个公众人物的肖像名气去做商业海报，去打广告，那是必须得掏真金白银付代言费的。我就想替全网的网友问广汽一句既然是体验，那你们到底给苏芒女士的账户里打没打钱？打了多少钱？如果打了钱，那你们现在这番划清界限的说辞，是不是涉嫌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呀？如果没打钱，哎呦喂，那广汽可真是太慷慨了，太伟大了。人家苏芒女士在法国乡下给她那法国老公一家子做饭，你们广汽大老远的跑过去给她送温暖，献爱心是吧？这是什么国际主义精神其实大伙心里面跟明镜似的，广汽这波操作就是典型的惹雷神骚，又想赶紧洗个冷水澡。那眼看网友抵制了，舆论翻车了，赶紧把人家一脚踢开，装出一副我不认识他的无辜样，早干嘛去了？咱们再说回这位苏芒女士这广汽为什么现在听到她的名字就跟见了活阎王一样避之不及？这还得从去年说起2025年的8月，那阵子这苏芒女士在网上发了一段视频，直接把自己早年间立下那座金光闪闪的人设牌坊给砸了个稀巴烂。视频里这位曾经出入各种顶级晚宴穿着高定礼服，手里面永远端着高脚杯的时尚圈女魔头，跑到法国乡下去了，去干啥呢？去伺候她那个法国丈夫的15个外国亲戚。好家伙，那个场面简直是劳动改造的现场教学版从出门买菜、挑选食材，忙得热火朝天的煎炒烹炸，最后端盘子上桌，苏芒女士是一个人全程包办一个人伺候15个人而她那位法国老公在干嘛呢？人家大爷似的溜进厨房，递给她一个小西红柿，苏芒女士呢还得满脸堆笑，含情脉脉的回了一句谢谢亲爱的。最后呢，人家还给这段视频配了一句无比温馨的文案，团圆的意义就是一起吃好多顿饭。各位，那这个视频如果换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发，咱们绝对点赞，夸一句贤妻良母。但是这个人是苏芒大伙儿还记不记得他以前在国内是怎么教训咱们普通人的？他曾经冷着一张脸，高高在上的说，家务是牢笼，女人绝对不能被困在家庭琐事里。他曾在综艺节目里面对大家提一天650块钱的伙食费，直接翻着白眼惊呼，你们每一天每个人先交伙食费，一人650，650真的不够，为什么呀？你早上不喝牛奶呀？你早上不吃鸡蛋呢？我们要吃好一点的，我不能那么差的伙食他天天在国内的各种论坛上教育年轻女孩要独立，要花时间提升自己，要追求事业的巅峰。
结果呢，一转头一买机票飞到法国，这位吃650块钱的早餐都嫌委屈的独立女王，瞬间化身任劳任怨不拿工资的法兰西第一女仆啊！这脸打的啪啪作响，网友们的眼睛可是雪亮的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典型的双标。国内重拳出击立女王人设，国外唯唯诺诺当带薪保姆。他骨子里的那种对西方的谄媚，对洋人的卑躬屈膝，在那个小西红柿面前啊，暴露的一览无遗。从那以后，法兰西第一女仆这个充满了讽刺和嘲笑的帽子啊，就死死地扣在了苏芒的头上，拿强力胶都扣不下来。千万你不能穿毛裤，外国人是很歧视穿毛裤的，其实外国人都不穿，然后这样是有失我们中国人的形象。这可是全网公认的板上钉钉的黑历史啊！好，那现在啊，咱把两个奇葩凑到一起。2026年5月14号，广汽启境发布了首款车型 GT7 的内饰，然后呢，他们做出了一个震惊全中国汽车圈的神级操作，官宣苏芒担任首席美学品鉴官。大伙知道这辆启境 GT7 是个什么定位吗？这可是广汽和华为联手打造的，这是一台售价在30万级别的主打高端新能源和硬核科技的国产车。它的目标用户是谁？是25岁到35岁的新中产，是那些看着中国科技崛起心里面充满了民族自豪感，追求务实和硬核技术的年轻一代。这帮人买你的车，看重的是华为的智驾，看重的是广汽的底盘制造，看重的是咱们国货站起来的硬气。结果呢，广汽的营销团队那帮所谓的精英大拿们，居然觉得这辆车还不够洋气啊！他们一拍脑门，咱们得拔高一下格调，咱们得找个懂时尚、有着精英贵气的人来给咱们背书。然后呢，他们就把顶着法兰西第一女仆头衔的苏芒给翻出来了。向立刚向总说太对了，这在营销学上叫什么？叫认知错位。但是在大白话里这个叫给张飞穿上了粉色蕾丝花边裙，不仅不搭，而且辣眼睛。启境这款车代表的是本土自信，是咱们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好东西啊。而这个苏芒代表啥呢？是早年间那种小众的盲目崇拜西方审美的过时玩意儿。广汽在一个主打国货高端、民族自豪的品牌身上，死死地绑上了一个全网公认崇洋媚外的过气人物。这不是自毁长城是啥呢？广汽的这帮营销高管根本就不知道现在年轻人在想什么，不知道现在用户信奉什么，他们还活在10年前那个只要是个时尚编辑就能忽悠全场的陈芝麻烂谷子时代里。这不，炸弹终于爆了，从官宣到翻车仅仅用了11天。这11天里有些原本准备去订启境 GT7 的准车主一看到苏芒那张脸，连把卡揣回兜里。到了5月25号前后，全网的抵制声浪就像海啸一样砸向了广汽的评论区。网友们的嘴那可是一针见血，句句都往广汽的肺管子上捅。怎么着，买这个车送法兰西女仆吗？开你们广汽的车，是不是还能顺便学会怎么去给洋人当保姆呢？买了这车，我每天的早餐得吃650块钱呢，不然启动不了是吧？这样的声音像潮水一样。这一下广汽的营销团队终于慌了，他们在5月25号的半夜从被窝里爬起来，连夜开启了跑路模式，把微博删了，把海报撤了，把视频下了，试图把这11天的荒唐经历像擦屁股一样擦得干干净净。最后呢，还搞出个他只是应邀体验的荒唐借口，企图甩锅。连网易新闻都站出来盖棺定论了，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营销灾难。你广汽手里面握了那么好的底牌，有广汽的扎实制造，有华为的顶级智能背书，这本来是一把天胡的牌闭着眼睛都能打赢。结果你们的营销团队偏偏找上了苏芒，硬生生用在这把好牌上。圈里面那些真正懂行的营销老炮看着直摇头，这哪是花钱引流这分明是花重金给自己找了个代言杀手，精准踩爆了用户的底线。各位，互联网是没有记忆的吗？错，互联网的记忆全在咱们老百姓的手机截图里。广汽可以动用资本的力量删掉所有的物料，掩盖所有的痕迹，但是他们删不掉用户心里面已经完成的恶心关联现在只要一提到这车，大家脑子里浮现的不再是华为的智驾，而是苏芒在法国乡下厨房里的滑稽模样
这就叫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这起事件啊，给全中国所有的车企啊，所有的国货品牌敲响了一个震耳欲聋的警钟。现在的中国消费者已经不是当年那些容易被几个英文单词啊、几个假名媛给忽悠的土老帽了。咱们有自己的文化自信，咱们有自己的审美底线。你想赚中国人的钱，你就得挺着腰杆子，站着把钱挣了。你要是还想搞那种洋大人高人一等的歪风邪气啊，还想用这种双标的伪精英来恶心人，那广汽奇骏今天的下场就是你们明天的下场。